技术或许有专利，但坚持真理、不畏艰难的科学家精神没有。我的镜头记录的不是某一个个体，而是这种精神。我坚信真相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清白终将归来。李总，舆论变化的有点快，而且我们监测到苏曼最近在暗中接触生前者王宫的家人，似乎是想从那里找到出口。他非要站在黑暗里仰望他那点可怜的光是吧？好啊，那我就把他的光彻底掐灭，把他的希望打得粉碎。去，给我请林小姐过来，我要让她看看她信仰的一切是怎么在她面前崩塌的。我要让她知道，谁才是能够主宰她命运的人。小雨，坚持住，这次换我来。站住！看啊，我们伟大的科学家来了。为了这点虚无缥缈的光，连命都可以不要。源马呢？六爷，干娘也真伪不是吗？你后面那台电脑应该是连着网的吧？别动！去。老大，有地图！看来你的防火墙有不懂。宋克文，你做了什么？宋克文，老大，有警察！我跟你没完，你毁不了我。宋博士，你提供的这些证据非常关键，清晰地显示了李易峰与境外黑石资本的不法勾当。但是，主犯逃脱意味着他背后的势力仍然存在，并且会反扑。为了不打草惊蛇，彻底挖出这条线，我们现在不能公开这些证据。我明白。那他，我们会立即对他及其核心团伙下发通缉令，进行秘密布控。他现在的身份是一个仓皇不断的犯罪嫌疑人，不再是行业规矩。他绑架我时非常偏执的提到，要在那个国际技术峰会上彻底打败柯文。国际技术峰会，那是他计划好的舞台，也是他最后的机会，他一定会想办法出现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我们会以此为重点进行布控，同时需要你们配合，对外严格保密今晚的事情，尤其不能透露我们已经掌握的关键证据。我们要在峰会上给他准备一个惊喜。谢谢你又来救我。这句话该我说，谢谢你一直相信我，没有放弃。以前我觉得技术就是一切，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你让我明白，有些东西比技术更珍贵，更值得守护。李总，我们几个核心账户和信暂时安全，但警察可能在全力搜捕。警？那又怎么样？他们没拿到我直接杀人的证据。只要我还能出现在峰会上，只要我的雷霆之光还能发布，我就没有输。宋克文，他以为他赢了？不，在技术的圣殿，在全世界面前，我要用他最在乎的方式将他彻底摧毁，让他身败名裂。准备一下，我们必须按照计划出现在峰会上。我已经传过去了，这是李易峰被捕前，他的助手就是那个生前者因内心不安偷偷交给我的备份数据。苏经理，李总做的事已经超出商业竞争的底线了，窃取技术、绑架
我怕了。这是他和黑石资本所有的通信和财务记录备份，或许能减轻我的罪过。我之前做的许多事是出于私心，想挽回你，但现在我必须为公司和心中的公道做正确的事。这是铁证，足以定死他的罪，也能揭开黑石资本的真面目。什么？中央服务器遭到不明来源的猛烈攻击，防火墙快要被攻破了！我马上联系安全部门。公司的中央服务器正在被持续猛烈的网络攻击，核心数据库危在旦夕。这绝不是普通的黑客，是黑石资本，他们在断尾求生，想远程销毁所有可能存在的证据。他们狗急跳墙了，必须保住服务器里的原始数据，这是证据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公司。不行，攻击源被层层跳板伪装，来自全球几十个匿名节点，根本找不到源头。我们的备用服务器也快撑不住了。等等，放大这个信号特征，这个条件模式，这是破晓之光早期原型机在进行高负载测试时产生的一种独特电磁信号特征。因为效率问题，这个特征在后续版本中被我优化掉了。李易峰窃取的是早期数据。他们的攻击程序竟然把这个几乎废弃的指纹也抄了过去，丢在了网络攻击的数据包里。你的意思是，这个攻击程序带着他们偷来技术的胎记？没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要写一个反向追踪程序，利用这个独特的信号特征作为识别码和引导头，就像在茫茫大海里给他们的攻击包装上一个我们特制的。锁定了，物理位置锁定，明示创新谷产业园第7栋数据中心 IP 地址归属于一家空壳公司，但其注册法人指向一个与黑石资本有关联的离岸账户。我这边也有发现，园区外围一个便利店的自带监控拍到了李易峰的那个神秘助手，在攻击前半小时多次出入 B7栋，时间线完全吻合。证据链闭合了。突击行动非常成功。我们不仅扣押了服务器，抓获了李易峰的神秘助手，更重要的是拿到了他们与境外黑石资本的资金往来、技术窃取指令的原始服务器日志，这与你们提供的备份数据完全吻合。感谢你们的巨大努力和关键贡献。现在所有证据链、商业泄密、商业诽谤、绑架、危害公共安全、勾结境外资本已经彻底闭合，形成了一个无可辩驳的闭环。这些证据足以在明天的国际技术峰会上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明天一切都会结束了。不，是新的开始。那就分配到底。各位，当卡脖子成为行业痛点，更该警惕有些归国专家带着海外残次品，却想偷本土创新果实。这不是纸上谈兵，是雷霆能源3年啃出的硬骨头，比某些海归的概念技术实在多了。这参数怎么和环宇破晓之光早期数据这么像？可惜啊，某些同行输了技术，还想用商业间谍泼脏水。我澄清，环宇指控我窃密，纯属诬告。相反，是环宇宋克文多次接触我方人员，试图偷我们的研发日志。So, you are breaking the team's culture. No one works overtime here. This is not a dedication. This is a disruption in your door. 这里容不下对技术的纯粹追求，那么或许有一个地方可以。
克文，咱们的固态电池关键技术被卡脖子了，对方全面封锁专利和原材料，国内的公关遇到大阻力了。我们需要你回来。老师，我回来，是时候了。真假不是由屏幕上的字决定，是由数据、由实验、由我手里即将点亮的技术而决定的。李易峰先生，关于技术和公道，我带了些实物，想请大家一起见证一个。看来这3个月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宋克文，我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我会让你和你那可笑的理想一起滚出这个行业。破晓之光没有 PPT， 只有实物和实时数据。李总说雷霆之光突破4000瓦时每千克，不如测测。宋克文，峰会不是你的实验室，你故意捣乱。各位是内行，该知道电池核心不是峰值数据，而是底层逻辑。雷霆之光用镍钴锰811正极，却没有解决界面稳定性问题。我在拘留所算过，批量生产后循环500次会出现荔枝精，严重时短路起火。你胡说，我们的测试没有问题。这是3天前 SGS 的雷霆之光拆解报告，包括负极端包覆工艺。李总，请你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技术抄袭只是开始，更该让大家知道的是这些。各位同事，这位就是我们新上任的首席科学家宋克文博士。能量密度预设值偏高，热管理方案过于理想化，这个基础构架存在致命缺陷。宋博士在海外固态电池领域取得的成就，将极大助力我们攻克当前的技术瓶颈。宋博士，请您和大家说几句吧。抱歉，当前的方案走不通，这里还有这里，基于现有的材料体系，稳定性无法通过安全测试，我们必须调整基础研发方向。宋博士，这个研发方案是我们团队半年的心血。科学不讲心血，只讲数据，错误的方向投入越多，损失越大。宋博士的观点呢非常犀利，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这样，我们先带宋博士熟悉一下环境，至于技术细节，我们后续的专题会议再深入探讨。散会。考文，欢迎回来。公司非常看重你，但在这里人情世故，你需要拥有。宋博士您好，冒昧打扰，我是理想人生摄影展的独立摄影师李小雨，希望能用我的镜头记录您回国工作的日常，展现海归人才的。我对成人展品没有兴趣，请不要再打扰我。这么冷，我的镜头偏要找到答案。这不是荒淫，这是宣战。报告，宋克文团队首次技术演示会将在半个小时后举行。据风险者汇报，他们团队因宋克文否定没有方案，对其有些涣散。我要的是他们彻底崩溃。在国外混不下去才回来的人，凭什么抢走本该属于我的一切？当年的科组大赛，今天的荣誉和我会连本带利向他加倍偿还。让申请者按计划行事，我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他身败名裂。因此基于新电解质的界面构建方案，破晓之光的理论能量密度可以提升40%以上。宋博士，你的数据很漂亮，但全是理论推演和实验数据，大规模量产的工艺稳定性如何保证？你的这套方案在国外尚且无法落地，凭什么认为在国内就能成功？没错，而且你完全否认现有技术路线是否过于激进和自负。
宋博士，如此敏感的技术攻关时期，您与新锐摄影师林小姐频繁私下接触，甚至允许她接近核心区域，我们不得不怀疑您的归来究竟是为了技术爆火，还是另有所图？是否涉及技术泄露？这是恶意诽谤，请大家保持冷静。到底为谁工作？我的镜头只为真相工作，可真相到底是什么？小雨，看你脸色不好，是在为演示会的事烦心。苏曼是他的前女友，也是他现在最得力的助手，他们之间一直很默契。贺文他因为在国外发展不顺，回国靠一些特别的力量上位也不是没有可能。我只是不希望你被蒙蔽，受到伤害。既然你不信，那我就用我的方式找出真相。在你的世界，我暂时最丑。演示会的情况，大家已经清楚，我们必须找出问题根源，否则项目无法推进。这是数据泄露前后核心数据区的访问日志，记录显示，除了研发人员，只有一个人以拍摄取材为由，长时间多次滞留在附近。林小雨，柯文，我知道你不愿相信，但有时候最致命的刀，往往来自你觉得最无害的方向。真的是他吗？为了他的报道，还是为了李易峰？宋博士，关于那些照片还有 U 盘，我可以解释，那是林小姐，你的理想人生主题很好，但请你告诉我，你究竟是想记录理想人生，还是想阻止某些人的理想人生？请你和你的镜头立刻离开我的生活范围，这是最后的警告。不信我？好，我会自己找到真相，把证据摔在你面前。李总，宋克文与林小雨已经彻底决裂了。很好，裂缝已经产生，是时候把它变成深渊。给宋克文制造一点意外，让所有人都相信是内部问题导致的技术事故，彻底搞垮他的项目。明白，我们会做得干净利落。走走走，快走快走，宋博士快走！你没事吧？这是我在现场捡到的。他的证件怎么会在这里？他的证件怎么会在这里？难道之前的怀疑是真的？他真的是在为公司外部的人做事，现在事情快要暴露，就想要纵火来毁灭证据。喂，我要报案。怀疑锂电实验室有人涉嫌商业间谍和纵火未遂，嫌疑人是摄影师林小雨。李总，这下够林小雨他喝一壶的了。谁让你把他牵扯进来的？那是宋克文，谁让你动他的？小雨，不能让你怪我的事儿。用这种方式把你。
是到此为止。以后关于他的任何行动，必须经过我的同意。滚出去！我没有纵火，更不是什么商业间谍。我的证件在火灾前一天曾被苏曼经理的助手以完善登记流程为由借走过片刻，我怀疑是在那时被复制或动了手脚。林小姐，你的说法我们会核实，但目前我在现场发现了带有你指纹的专属镜头盖，以及你被烧毁的证件，这些物证对你非常不利。根据现有证据和规定，我们依法对你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在此期间，你不得离开本市，并随时配合调查。他们伪造了证据链，我必须靠自己找到突口。宋可文，你可以不信我，但我会证明给你看，用我的方式。所有人都可以背叛你，但宋可不会。不是他，那会是谁？这光一来自哪里？果然是他，李易峰的人。但光有这个还不够，我需要更确凿的证据链，必须想办法告诉宋可文，让他有所防备。可文，之前是我疏忽，没能提前防范，让你承受了这么多。看到你那么艰难，我真的很心疼。在美国分手，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把你找回来，既是为了工作，也有私心，希望能陪在你身边，弥补一些遗憾。苏曼，他果然还是更信任他。我现在过去，他会信我吗？还是会认为我别有所图，甚至像苏曼之前暗示的那样，是在挑拨离间？他刚刚报警抓我，转头就和可能陷害我的人共进晚餐。把这么重要的证据交给他，太冒险了，不能打草惊蛇。这份证据必须用在更关键的地方，或者交给更可靠的人。李总，林小姐好像查到了什么，来找宋可文，但没进去就走了。她比我想象的聪明，她开始怀疑了，但显然她不信任宋可文。这是我的机会，让她继续查，必要的时候可以给她一点提示，把她引向我们想让她知道的方向。我要让她明白，谁才是能和她站在同一阵线的人。林小姐，有些镜头不该对着。宋可文一个快完蛋的人能给你什么？李总可以给你更好的前途资源，让你和你的影展名利双收，或者你想和你的相机一起消失？你刚才的话足以证明你们在威胁我，并试图收买我做伪证，这就是证据。可文，好消息，董事会抵住压力，同意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在1个月后的行业内部研讨会上进行非公开演示，这是生死攸关的机会。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我会动用所有资源和关系帮你。这一次，我们不能再被任何外部因素和不可控的人干扰了，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我明白，技术层面我会搞定。林小雨女士吗？李易峰先生现在告你敲诈勒索，请你立即返回警局配合调查。
林小姐，这是在火灾现场核心区域实验柜残骸下发现的，经过技术处理，上面清晰地检测到了你的指纹，这是你的物品吗？这确实是我的镜头包，但你早在火灾前几天就丢失了，一直没找到。丢失的说法很常见，但现在它出现在最不该出现的地方。结合之前的证人证言、你的出入证以及对方反告你敲诈勒索提供的伪造记录，所有证据链都对你极为不利。鉴于案情重大且证据确凿，我们正式告知你，在调查清楚前，你被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不得离开本市，并禁止接近环宇锂电公司及相关人员。林小姐，你是否因为宋博士多次拒绝你的拍摄请求，从而因爱生恨，纵火报复呢？你的理想人生项目是否为商业间谍行为打保护？宋克文先生是否也是你计划中的一环？你们用合法的锁链把我隔绝在他的世界之外。好啊，那我就用我自己的方式打破这个局。宋克文，你等。董事会为了保障破晓之光的核心技术安全，以免再次受到外部干扰，决定让你的团队进入封闭研发状态。同时，所有外部通讯将由公司合规部门统一监管，这是必要的保护措施。封闭研发可以理解，但切断外部通讯，这是过度反应。我们需要信息流。过度？林小雨的事就是血淋淋的教训。我不能再让任何人或事分散你的精力，以及项目。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保护我们的心血。克文，相信我，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宋克文，如果你还能看到。国产之争为伪，黑衣人助手，小心生逼人。他还在试图告诉我真相，那之前的种种，你还在和他联系？你就这么不相信我，而去相信一个警方证据确凿的嫌疑人？柯文，我对你对这个项目的付出，难道都比不上他一句来历不明的挑拨吗？他在害怕。小雨冒险用这种方式联系我，必然是因为常规途径已被封锁。苏曼的反应过激了。我只是偶然看到，我明白项目为重，眼下最重要的是内部研讨会，其他的以后再说。果然有内鬼，清除监控是为了掩盖行踪。对手远比我想象的更狡猾、更危险，他们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生前者，果然是他。苏曼知道吗？还是他也必须寻求外部帮助？现在唯一可能相信我，并且也在调查真相的，只有他。风险很大。李小姐，我为之前所有的误解和报警的事郑重向你道歉。我被愤怒跟表面蒙蔽了双眼。这是我恢复的部分后台日志，证明了生前者，也就是苏曼的助手，在火灾前删除了关键监控，这是内部陷害的铁证。这是我拍到的李易峰助手在火灾前出现在公司后门的照片，以及他威胁我试图收买我的录音。他们伪造了物证，并反告我敲诈。我在明处会严密监控，很多外部调查无法进行。我需要你的帮助，在公司外部追踪生前者跟雷霆能源之间的资金和人员流向。我的镜头和我的调查网络可以为你工作，我们要让所有人看到真相。
李总，他们好像联手了。我要彻底摧毁的是宋克文。至于林小姐，我要让她亲眼看着宋克文身败名裂，一无所有。到那时，她自然会明白谁才是能够保护她，才是值得她仰望的人。继续监视，按原计划进行，但要确保林小雨的安全。执行2项计划：第一，内部瓦解，命令生前者在寰宇内部散布消息，就说宋克文因在国外发展不顺，履历存疑，回国动机不纯，其核心技术可能涉嫌欺诈，想利用寰宇洗白。第二，舆论攻势，重金买通主流科技媒体和自媒体，武力集中攻击宋克文一个人，标题要足够惊悚，内容要有料。记住，所有报道必须刻意将林小雨从舆论中剥离出来，甚至可以隐晦地将她也描绘成被宋克文蒙蔽的受害者之一。还以为宋克文有多厉害，原来是这样一个人。王哥，外面传得这么凶，万一是真的，我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可不能跟他一起陪葬啊！搞这么多事，不就是怕他吗？他越是这样，我越觉得宋克文走的路没错。保护我，说的真好听，不过是想把我也变成你手心里摆弄的东西罢了。你打算算盘？各位董事，舆论攻击是有预谋的，我们已经有明确线索，内部……对不起，宋博士，我不能再把你隐瞒了。是宋博士指使我泄露了部分非核心数据给竞争对手，目的是伪造被陷害的假象，转移视线。他还让我在内部配合，把嫌疑引到林小雨摄影师和苏曼经理的助手身上。王工，你，王工，你。宋克文先生，请跟我回去协助调查。小雨，这就是真相，水落石出了。他现在自身难保，只会连累你。收手吧，回到我身边。你的摄影展，你的事业，你的一切，我都可以帮你保住，给你更好的平台。李易峰，你越是这样，我越相信他是清白的。他能找到一举翻案的铁证，现在只能靠你。柯文，这里的环境真配不上你的才华，何必在这里硬撑？来黎庭能源，我给你建世界顶级的实验室，预算无上限。只要你点头，外面的这些麻烦，我都可以让他们立刻消失。柯文，董事会已经对你失去耐心了。这是我能争取到的最好方案。你暂时承认失误，引咎辞职，先去海外避一避，等风头过后，我再运作你回来。这是保全你，也是保全破晓之光项目的最优解。我回来不是为了换一个地方低头，我回来是为了让那束光亮在这里。宋总，这是我们准备的诉讼材料，请交给我们，一定能帮你出去的。
我信，我一直都信。拿到了，终于拿到他们勾结的直接证据了。王处长，流程怎么会卡在这里？我们这边愿意提供足额担保。什么？上面有指示？哪个上面？李易峰，你竟然能做到这一步！我之前是不是太天真了？找到了，这就是突破口，一个他们自己都还没有发现的定时炸弹。你在干嘛？小雨，你这又是何苦？为了一个身陷囹圄的人，把自己弄得这般狼狈境地。看清楚现实，谁才是能够掌控局面、保护你的人？回到我的身边，我可以当做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保护李易峰，你用谎言、陷害和暴力来证明你的强大吗？你永远无法理解宋克文身上那种光，那种即使在黑暗里，也要将自己燃成火把照亮前路的光。你那套只会让人作呕。这份报告指出了雷霆之光存在根本性设计缺陷，风险极高。如果属实，将关乎重大公共安全。宋克文提供的这个技术论证，为案件提供了新的重要的调查方向。之前的证据链存在重大的合理怀疑。总裁，宋克文的技术判断从未出错，他现在指出对方技术存在致命缺陷，这本身就是重大价值，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他。我请求公司全力保释。警方那边刚传来消息，因禁区链出现新的重大疑点，同意变更常识措施为监视居住，允许宋工返回公司，但在规定范围内活动。柯文，但董事会有了最终决定，你必须在警方全程监控下，于1个月内完成破晓之光的封闭开发，拿出无可争议的最终成品，自证清白，并达到预设的所有技术指标，否则公司将放弃你和你的项目，接受雷霆能源的并购邀约。我知道了。停一下，宋博士，这个称量步骤按规定需要双人复核签字，请按程序履行。这个车辆误差的允许范围是正负0.1克。我正在进行的是克级制备，这个规程是针对毫克级研究的。规定就是规定，请配合。李工，流程我们一定配合，但也请理解研发工作的连续性。我刚从总裁办出来，董事会和雷霆的初步接触已经开始了。柯文，我们的时间可能比1个月更少。哪里都一样，但这次不一样。CX-07 溶剂库存0，哈 ，PM-4 催化剂库存也是0。因上游供应商不可抗力，全面断供，暂无替代方案。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给啊！好吧，那就看看用这些破烂能不能跳出你们的笼子。
李总，和我们预料的一样，宋克文申请的那几种关键材料已经全部切断，他的实验彻底停摆了。天才的设计师没有米也做不出去。我倒要看看他这一次怎么变出花样。李总，这是最后一部分，从他加密文件夹里弄出来的破晓之光核心结构的最新数据。宋克文是天才设计师，这点我从不否认，但我是更天才的产品经理，命令我们的团队立刻开始整合所有数据，进行最终包装。是时候让世界看到真正的雷霆之光了。喂，您好。是林小雨小姐吗？这里是市展览中心，通知您一下，您理想人生影展的场地尾款和顶级布展套餐费用，一位匿名在场者已经通过雷霆能源公司公益基金为您全额支付了。什么？匿名赞赏者？雷霆能源？小雨，听说你的影展筹备到了关键阶段，你的才华不应该被资金埋没。这个主题很好，我希望它能以最完美的姿态呈现。这只是一个欣赏者的心意，没有附加条件。李总，谢谢你的好意，但这份礼物太沉重，我需要考虑。想用钱把我的镜头链给你，李总。费力不够高，密度不匹配，策划活性不够，常规路径果然行不通。点亮不是创造，是领导跟转化。也许用高频脉搏电场强制改变基础材料的微光排列虚构，引导出类似丙级材料的界面特征。女士们、先生们，今天雷霆能源将向世界宣告新一代动力电池的未来，请见证雷霆之光。成功了！柯文，雷霆刚刚在全球能源论坛上发布了雷霆之光，为什么？为什么他发布的技术参数会和你的设计一模一样？因为他偷走的只是一个漂亮的功课。雷霆能源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宋克文博士以及我们环宇锂电技术抄袭与商业间谍罪。他们提供了相当完整的证据链。完整？什么完整证据链？包括王工作为污点证人的证词，指认宋克文博士指使他窃取雷霆能源的技术机密，还有一系列伪造的但看起来天衣无缝的通讯记录，显示是宋博士主动向王工索要雷霆的技术资料。这完全是诬陷，王工是被收买的，柯文一直在独立研发，他的数据是被黎峰窃取的。舒经理，证据面前情绪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对方证据指向性明确，一旦败诉，不仅是宋克文个人，整个公司都会面临灭顶之灾。没有抄袭，也没有窃密，雷霆之光存在致命的理论缺陷，他们窃取的数据是不完整的。宋博士，法庭上对方伪造的实证比我们口中的理论缺陷更有分量。目前情况对我们极端不利，董事会建议您先暂停职务，接受内部调查。别动。宋克文先生吗？与涉嫌侵犯商业秘密案一样，请跟我们走一趟，配合我们调查。同志，这中间一定有误会，我们正在收集证据。请配合我们调查，跟我们走一趟。李易峰，你这次太过分了。
也许我回来真的是个错误，我低估了这里的复杂，高估了自己，连累了你。你没错，错的是那些躲在暗处，害怕你身上那束光的人。这是我的新影展，看看吧。我的镜头记录的不是一个失败者，它记录的是一个守夜人，一个即使在最深的黑暗里，也要将自己燃成火把，为后来者照亮一份道。谢谢你的镜头。时间到了。我等你。张经理吗？对，是我林小雨。通知所有合作方，我的孤独的守夜人影展提前举行。对，就在下周，无论遇到什么阻力，无论谁打电话施压，照常进行。走，保总。陆文，你怎么出来了？取保候审，松方做我担保。谢谢楼上说我没时间了。李易峰跟黑石资本断尾求生失败，接下来的峰会就是他们最后复盘的机会。所以，你的战斗还没结束。是我们战斗，你的营长吹响了号角，接下来的峰会就是终结一切的战场。更让大家知道的是这些。林小雨请到废弃工厂，宋克文不拿人马，扣。李总，您和境外资本是什么关系？录音是真的吗？是你，宋克文！大学抢我奖杯，现在抢我技术，抢小雨，不甘心！我凭什么不如你？是他们，是黑石让我做的，他们要垄断国内的锂电市场。李峰涉嫌商业泄密、绑架、构建境外势力，跟我走。宋克文，你赢了，但你记住，我输的是自由，你输的是安宁。以后会有更多人嫉妒你、算计你，你永远也躲不掉。小雨，我是真心喜欢你的。破晓之光专利会向国内中小企业开放授权。宋博士，执意收购破晓之光，加5000万年薪，硅谷遍地及实验室，你的名字将出现在学术顶端，该小的甚至有机会拿诺奖。出问题，我女儿要去美国留学，现在继续所有。我需要和团队商量。给你24小时，泰坦耐心有限。可我利用着10亿美元，我这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去美国研发科技课，你能实现更大的梦想。王总，我知道大家都需要钱，但破晓之光是中国锂电的希望。如果我们把它卖了，那以后企业还是被国外抢了脖子。明天早上我会给大家打过。贺文，美国卡我们的技术，快回来吧，祖国需要你。不管你选什么，我都支持。去美国，我把影展搬到纽约，留下，我们一起记录破晓之光，照亮更多地方。这是团队稳定方案，还有我的辞职信。我申请了哈佛可持续能源政策硕士，下个月出发。苏曼，你……我想通了，我的心安之处不是某个人，是为能源行业做长远事。以后国际会议见，我是政策专家，你是技术专家，多好。
加油，别让我失望哦。我的镜头记录的是你们的坚守。谢谢，谢谢你。宋博士，一个重大机密项目下周一在京召开。好，知道了。你要去哪里？同志们，逐日工程正式启动。这项工程关乎国家未来能源战略的自主与安全。在座各位的名字，短期内或许不会为公众所知，但是你们的功绩必将铭刻在国家道路的发展基石之上。宋克文同志，经组织决定，任命你为能源系统首席科学家，全面负责破晓之光在工程中的适配与升级。是，保证完成任务。克文，我知道你个人生活上有些情况，但工程一旦启动，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你需要处于半封闭、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个人的情感、时间甚至健康都可能需要为国之大事做出让步。这一点，你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可小雨他。喂，柯文，我拿到了都市守夜人的主导摄影师资格了。这是一个关于城市夜晚守护者的主题，需要我带队去记录那些在深夜依然坚守岗位的人，急诊室医生、深夜巡逻的警察、便利店店员。这个项目太好了，正好承接孤独的守夜人的主题，又能拍得更深，走得更远。可能需要好几个月，但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我想记录下那些像你一样，在各自的领域里于黑夜中点亮微光的人。我想第一站去拍摄深夜急诊室的医生，记录他们如何与时间赛跑，那种生死一线的守护。小雨，今天逐日工程正式启动了，我被任命为能源系统首席科学家。真的太好了，我就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是从下周开始，我就要进入全封闭研发状态，这事情不能外出，通讯也会受到严格限制。3个月，那我的都市守夜人……我知道这项目对你多重要，你为他准备了那么久。我明白的，逐日工程关系到国家的未来，你必须去。对不起，我总是让你等我。柯文，你知道吗？我选择都市守夜人这个主题，是因为我想起了你，想起那些你独自在实验室度过的夜晚，想起你为了一个数据反复验证到天亮。我想用我的镜头去记录这座城市里所有像你一样的守夜人。我想告诉人们，正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在深夜里依然坚守，这座城市才能安然入睡。小雨，你去守护国家的未来，我去记录这座城市的守护者，我们都在做最有意义的事情，不是吗？我会等你，不管多久，我都等你。都市守夜人这个主题很贴切。爱上宋克文这样的人，本质上就是选择成为他漫长科研黑夜里的守望者。但爱上他，就要准备好承受他身后的阴影和漫长的等待。他的世界很大，有时候留给身边人的空间会小得可怜。柯文，别让他变成第二个我。孟博士，给你。所以，
初审能量阀值的设定必须再提高15个百分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宋博士，这个阈值已经接近理论材料的极限了，强行提升，我怕。怕？我们现在没有怕的资格，这是逐日工程，我们没有退路，必须成功。今天苏梦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你和他是完全不同的人，你就像你的镜头一样清晰、坚定。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你很煎熬，但我保证，逐日工程的意义在于，等你，我当然在等。可是柯文，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在等的是什么？是一个结果，还是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现状？柯文，你看，今天在街角拍到的，爷爷奶奶牵着手走了好久，奶奶的头发被风吹乱了。爷爷就停下来，特别慢，特别仔细地帮他理好。我的镜头都快融化了。你说，等我们老了，会不会也这样？宋首席，关于那个界面阻抗的数据，还需要再做一次模拟。那画面很美，小雨一定很开心。到老了以后。我现在连明天实验能不能成功都无法保证，怎么去想象几十年后？像一个对着山谷不停喊话的人，只能听见自己的后退。他到底是不想回应，还是他的世界已经没有了容纳这些细碎情感的东西？柯文，我刚下班，你在干嘛呢？我有点想你。你那边工作还顺利吗？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小雨，还没睡？柯文，我累了。怎么了？是拍摄不顺利吗？不是拍摄，是和你说话让我觉得累。我分享我的世界，你回我一个好的；我分享我的感动，回我一个很美。我试图靠近你，永远站在原地。我一直告诉自己，你在做很重要的事情，我要理解，要支持。可是，柯文，单向的奔赴真的太累了。我们都先静一静吧。3年了，我的镜头里全是你，可你的世界里还有我吗？这本相册永远只有我在记录。每次都是我抬头，都是我自己。也许是时候停止这场独角戏了。
咖啡馆要关门了，他一定很难过。可我连一声抱歉都没说。除了他偷拍的那些，我这里一片空白。那家咖啡馆已经关了。对不起，我应该……柯文，你还不明白吗？我是要你参与进来，参与我的生活，参与我们的感情。这套西装是你第一次获奖时我送你的，这件毛衣是我妈妈亲手给你织的，这些你还记得吗？小雨，你在做什么？柯文，这本相册填不完了，就像我们的感情，如果永远只有一个人在努力。等等，小雨，小雨，柯文，有个紧急任务需要你立刻出发，未来1周你不能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和我们模拟的不一样，这已经是第3次，基础数据出错了。你现在状态已经影响到项目的根基了，如果你无法立刻调整的话，我会向委员会建议暂停你的首席职务。这不是威胁，这是对项目的负责。我明白，我保证处理好。离开吗？是一个没有等待、没有吻戏的新环境。可是，这里的一切真的能放下吗？小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搞砸了一切，对吗？我像个傻瓜，以为把全世界扛起来就是负责，却弄丢了我全世界最重要的，我的守夜人。总指挥今天说要换掉我，我活该，但我害怕的不是这个，我害怕的是如果我连你都弄丢了，我点亮所有的光还有什么意义？对不起，对不起。他的眉头从不追逐最优美的光芒，只捕捉最真实的微光。他爱的或许从来不是那个站在顶峰的王者，而是命中仍然固执前行的守夜人。可我却差点这份微光。小雨，对不起，不是为之前的事道歉，是为我直到现在才真正明白而道歉。我错了，错得离谱。我固执地认为沉溺于感情会让我变得软弱，会分散我的精力。这种想法是身为技术者最大的傲慢，也是身为人最大的愚蠢。我们总指挥说，最好的能源是能温暖人心的能量。我研发破晓之光，想点亮这片土地，想打破卡脖子的困境。可如果我生命里最温暖、最亮的那束光都因为我而熄灭了，那我做的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猎人，
我笨拙、固执，常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学习如何好好爱你。我需要你，小雨，不是作为我生命中的后盾或点缀，而是作为我前行路上唯一想要并肩同行、互相照亮的光。等我，请你看着，我会走到你面前，用我能够想到最真诚的方式告诉你，你林小雨，一直是我宋可文唯一想要点亮，也是唯一想要守护的整个世界。陈总，我请求调用部分破晓之光的备用单元，以及高新区中央广场明晚7点到9点的临时使用权。理由，我需要超出研发计划的合理解释。为了一个私人且至关重要的应用测试，我想用它向一个人道歉，挽回一段因为我的愚蠢而差点失去的感情。我知道这听起来很不专业，甚至荒谬，但我刚刚明白，我研发破晓之光是想凝聚能量，照亮前路，温暖未来。可如果连身边最重要的人都无法感受这份温暖，那我的坚持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冰冷偏执。我想向他证明，我追求的光不仅能够照亮国家的未来，也能温暖他一个人。这束光既有重量，也可以有温度。科学家首先是人，有人的情感。一个懂得珍惜身边光芒的人，才能创造出温暖的能量。你的申请我批准了，但是必须确保绝对安全，技术团队全权在密，做好万全预案，把这当成破晓之光第一次面向新的应用展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是，保证完成任务。我知道这个私人请求很突然，也可能占用大家宝贵的休息时间，但这对我意义很重大。宋首席，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么浪漫的一面，必须帮。就是让咱们的破晓之光也沾沾喜气。进来。课文：所有单位自检完毕，能量稳定，坐标锁定，只等你的指令。道路是你。小雨，抱歉打扰你的营长。有些话，有些光，必须在此时此刻与你，与所有见证守护的人分享。你说你记录了整座城市的守夜人，现在，请允许我和承载无数人汗水与理想的破晓之光，为你一个人，也为所有守护者点亮整片夜。各位来宾，感谢大家来到都市守夜人的现场。这个系列始于一个私人的初衷，我想尝试去理解一个人，一个我愿意用镜头去追随和守护的人。通过记录他，我逐渐将镜头转向更多像他一样，在各自的领域里于深夜里点亮微光、默默坚守的人。他们可能是医生，是工人，是警察，是科研工作者，是这个城市得以安睡的基石。这个过程让我深刻理解了守护的价值，也品尝过与之相伴的孤独。但正是这些孤独的微光汇聚在一起，才照亮了我们共同前行的道路。所以，这个影展不仅仅是关于光影的艺术，更是关于归来的力量，是那些默默付出者的价值回归，也是每个人内心对温暖和光芒的渴望，在历经迷茫与等待之后，终将归来的信念。谢谢大家。抱歉，打断一下，有个重要的展品。课文，你想让我签收什么？
切出星星和月亮。小雨，你才是我所有旅程的终点，所以你要接受我吗？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我愿意。